这老徐头，杀猪不长心，害得我这刀锋里全是油。我在河边捡到一个昏迷的贵夫人，一天一碗猪油炖饭，她的身体渐渐好转。后来，一大群护卫浩浩荡荡来到了我的肉铺店，对贵夫人跪安。恭请主母回侯府。你是何人？草民是城南第3个肉铺店。杀！休得无礼！这便是我那寄养在娘家的独女。阿念，别丢下娘！命都快丢进阎王殿了，还在这喊人呢！我也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。大冷天把你从河滩里拖回来，还得踏上一床好棉被。换了是我，喝碗胡椒汤，再吃一碗猪油布饭也就挺过来了。到底是金枝玉叶长大的，这一碗胡椒汤下去，怕是能直接把命给送了。要是没了命，就全是狗屁。这么不行总不是个事儿，看这模样，8成是生病了。这是半年的肉钱，豁出去了，还是找个大夫给你瞧瞧吧。先把规矩清了，城北到城南，赶路费1吊铜钱，少1个子儿我都不开箱。脉象虚浮，诊费再加2吊铜钱，2副汤药5吊铜钱。丫头，这妇人跟你没亲没故的，你连半袋子身家都掏出来了，莫非你是看上了她怀里那个大宝贝？那金锁起码值几十两银子，你这买卖划算呐？胡说个什么！要钱我给足了，你若敢把今天的事传出去，以后你家就别想在我的摊子上买到肉。喝吧，这半袋子银子要是还没个响动，我真能把那郎中的铺子给拆了。这是城南我家里，也是你命不该绝。今早你被河水冲到这儿，卡在乱石堆里，我给你扛回来的。你这病来的凶，我可请了城北最有名的郎中，那老头子心黑得很，进门就收1吊钱，总共花了我半袋子碎银，那可是我攒了半年的辛苦钱。阿念，我的女儿啊！哎，你别这么哭啊！你个杀千刀的没出息货！王大婶那是虎虎生威，哭完了还能再杀一头猪。可眼前这位夫人，她哭得让我觉得……哎，你别急，这一碗药好几吊钱呢。你要是哭岔了气，我真没钱再请大夫了。林丫头，听徐屠夫说你今天卖猪肉生意好得很呐，想来这些年你也攒了不少钱。你看你这个表哥也老大不小了，要讨个媳妇儿了。你知道的，你舅舅没本事攒不下钱，你看都是一家人，这钱……舅娘来得不巧，我恰好没钱了。林丫头，你个没良心的！你爹娘死得早，是我们家把你养大的吧？现在你表哥要用钱了，你都藏着掖着了。你表哥是家里唯一的男苗苗，你就这样看着他讨不上媳妇儿？快点把钱交出来！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还给我耍心眼子了！林丫头，你舅娘说的对，你表哥讨媳妇是头等的大事，你一个姑娘家，自然要帮你表哥一把，好让咱们家延续香火。我看他就是想嫁人了，偷偷攒彩礼嘞。我说了，没钱了。你个小蹄子，成天在这杀猪卖肉，手里攥着的钱比我见过的米都多。你会没钱？你有什么要用钱的地方？小小年纪就不学好，一定是将银子藏起来了。各位，是我不好，想来林姑娘是为了我去找了郎中诊治，才破费了的。不出意外，我的东西都被河水冲走了。这些银子，我日后定会加倍奉还。还请几位不要为难林姑娘。哼，还等的什么日后？我看你手上的平安锁倒是个值钱的。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家林丫头救了你一命，你便用那个平安锁来换吧。是啊，救命钱拿金锁抵了，咱们两清。夫人，这平安锁与我遇难的孩子有极深的渊源，是我实在不能将它交于你。呸！前脚刚说要报恩，后脚就反悔。我看你就是舍不得这个金子打的锁，什么渊源不渊源的，糊弄谁呢？你今天若是不给，那我们一家就不走了。林丫头是为了救你才花了银子的，那可是她的血汗钱。要是我儿子因为这几个钱娶不上媳妇儿，这罪过也就都怨你。也罢，终究天人永隔，徒留一个念想。罢了，阿念，娘对不起你。拿来吧你！你敢！他说了不想给你，抢个什么？而且你家儿子娶不上媳妇儿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当初是谁说的我是扫把星，恨不得离我越远越好？你们自己好吃懒做，天天找我借钱，我看你是把这当成自家的银库了。现在要讨媳妇儿了，知道急了。你家儿子讨不上媳妇儿是活该，看看他那副德行，身子
比我杀的猪还壮，除了吃就是睡，哪家姑娘看得上他？除非那姑娘瞎了眼。我们家养了个白眼狼啊！大家伙来瞧瞧啊！从小把你拉扯大，费了多少心血，结果现在却这样狼心狗肺！我的天爷呀，我不活了！拉扯大。当年我爹娘死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我爹娘留下的房产全被你们吞了，搞得你们一家吃了多大的亏势！真当我年纪小，把那些安杂事儿都给忘了。再不滚，我这刀可不长眼！哎呀！你给我等着！总算是清静了。林姑娘，没想到你看起来瘦瘦弱弱的，却这般神武。你是落难了来这儿的吧？我们这地方人穷心也乱，大家伙都没见过什么好东西。这金锁你千万揣好了，你小心点儿，别再被那些有心人看到去，不然又是一桩祸事。谢谢你，可惜了我的孩儿。夫人，你的孩子如果在天有灵，肯定也不愿看到你受苦，要好好的活着，才对得起底下的人呀。药是压下去了，可这空着肚子吃药最是伤胃。您在这儿歇会儿，我去整点正经东西。这位贵人总归是不太健康。阿娘说过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舍不得猪油养不好人。趁热吃，我这饭可补着呢，保准你吃完这碗，下地走2里地都不带喘的。林姑娘，这赶紧吃，不够的话锅里还有。想来贵人这种养尊处优长大的，家里定是金山银山，一顿饭这点分量，他可能还真看不上。林姑娘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那怎么行？你瞧瞧你自己，这一身肉都没我刀底下的排骨厚，不吃饭怎么养身子？并非我不吃，只是这吃食太腻，我往日没这样吃过。猪油笨饭哎，酱油蒸排骨哎，这样金贵的东西，大户人家也吃不起肉吗？那你往日是吃什么的呀？茯苓霜、结粉梅片、雪花羊汤、碧锦粥，有些名字听都没听过，有些听过，可这听起来半点荤腥都不沾啊！那是人吃的，那是神仙喝的水吧？就算是1两金子一个的螃蟹，也只敛了蟹腿中最精细的一小节吃，其余的都是不碰的。难怪夫人你瘦瘦弱弱的，你瞅瞅你这小身板，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。长期吃那些水灵灵没油水的玩意儿哪行呀？得听我的，还得是这猪油拌饭。医书上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大荤大腥才能养出硬骨头。香吧？就这样，贵人暂时在我家里住了起来。这些你一定要收下。夫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吃口肉能值几个钱？这东西我断断不能收。你这丫头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每天吃你肉铺店里的猪肉，总要付钱的吧？难不成在你眼里，我竟是那种吃白食不懂规矩的人？你若不收，我今日便绝食。成，您可别拿自个儿身子开玩笑。这东西我收下，给您攒着。夫人，这儿脏，腥气重，您去后头树荫下歇着。你那猪我按不住，但这洗刀的活计，我总还能搭把手。林姑娘，你定是好奇我怎么会流落至此。我的独女小时候因为天象之说，被迫送到了西北的娘家那里寄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哪有什么天象，不过是我的夫君为了迎娶他的初恋进门做平息，我急急忙忙回去接他。却不料阿念他早就在前几年就遭了难，这平安锁便是我当年亲手挂在女儿身上的。说起来，若是阿念还活着，想来和林姑娘你一样大，是个乖巧貌美的姑娘。夫人，粥里的火小些，别糊了底。晓得了，你这丫头倒比管家婆还碎嘴。林丫头，这个月的租还没，是想蹲大牢，还是想滚出城南啊？赵大人记错了吧？上旬我就把钱给了徐屠夫转交，白纸黑字是有数的。那是旧例，打这月起，你这铺子涨租了，涨5倍。5倍？你这是收租还是抢钱？嫌贵？谁不知道你这儿供了个贵人？那婆子手上那个金疙瘩，随便剪下个角都够你交10年的租了。要么交钱，要么……呸！臭娘们儿，找死！老子今天就查封了你这窝，把那婆子抓回衙门搜身。追！果然是他们。没事吧？
哼，还敢躲？光天化日，尔等竟敢如此欺凌弱女，还有王法吗？在城南，老子就是王法！哪来的骑兵？属下接应来迟，让主母受此奇耻大辱，属下该死。恭请主母为侯府。侯府，主母，你是何人？敢离主母这么近？草民是城南第3个肉铺店，杀！休得无礼！这便是我那寄养在娘家的独女。我寄养在娘家的独女，她自幼养在关外，没见过生人，被你们这般喊杀喊打的阵仗惊吓到了。小姐，属下唐突了，但听小姐责罚。边爷快请起！我哪受得起您这样的大礼啊！胡说！你们都别被她骗了，这丫头哪是什么侯府小姐，她就是个杀猪的，是我们爹娘看着长大的。要是她能当小姐，那我们就是侯府小姐的亲亲娘家人。你要是想认下她，那就得把我们也捎带着一起接回去享福。造孽呀！刚才怎么就没看出来这婆子是个贵人呢？早知道我把她供起来都行啊！谁说不是呢？要是趁她落难的时候讨好了，咱们家现在不就直接一步登天了？说不定咱们儿媳妇都能换个正经的官家小姐当当。丫头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身上流着咱们家的血，咱们可是你的嫡亲娘家人，没咱们你能活到今天？主母大人，这丫头确实是我们的亲侄女，咱们那是看着她一寸寸长大的，亲的不能再亲了。咱们要是进了府，定会好好伺候小姐。你们几人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谎称是聂儿的娘家人！你们是什么身份，也配和我女儿扯上关系？我崔家的明媒，也是尔等这种市井枭众可以冒领的吗？冒领明媒，还敢当街咆哮，速速拿下！断了，我的肋骨！李丫头，你快说句话呀！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别打！我错了，我不当侯府亲戚了还不成吗？小姐名号也是你这婆子能换的。夫人，如何处置这几人？是送官严办，还是直接在这儿料理了？你说，这几个人怎么处理才顺你的心？我不知道，随便。那就把他们送到看不见的地方吧。聂儿心思纯善，见不得脏东西。把人带走，离这儿远点，免得脏了眼，污了耳。带走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这地方以后再也不必回来了。林姑娘，方才在那些人面前，我未曾商量便强认了你，原谅我刚才的唐突。我想正式认下你做我的女儿。林姑娘，你可愿意？夫人，您莫不是开玩笑？我一个杀猪的，满身腥气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？或许是缘分吧。林姑娘，我一见到你便觉得与你投缘。这20年来，我虽是荣安侯府的主母，却像是被锁在那1尺见方的深宅里。居于深宅20年，我见多了虚情景与你相处时，却只有才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在。此地与都城相隔千里，路途遥遥。若我就这样独自归去，与你自此一别，恐怕以后再也难以相见。念儿一事，已是我此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我这心里，你就当原谅个窟窿，佐野母亲的私心。我老了，想原谅我自己，最后争取一些东西，不想再带着遗憾活下去了。夫人，这身份哪是说换就换的？万一回了都城，有人认出来我不是……念儿自幼因为天象之说，还没记事就被强行送往了我的娘家。这一送便是10几年，恐怕早就忘了念儿长什么样了。那里无人能分辨，而且你也不必非要学那些大家闺秀。侯府底下有的是田庄，有好些田庄里可都养着各种品类的家猪。你若回去了，那些猪随你处置。当真？那猪也能随便让我杀？你呀，真是个活宝。我母家姓崔，那以后你私下便叫我崔夫人吧。等到哪日你心里顺当了，想改口了，再唤我娘亲。成，崔夫人，我听您的。崔夫人，这地方的糖青熬得地道，您真不下来嚼一个？你这丫头，肚皮竟像是个填不满的深空。都城离这儿虽然相隔千里，可咱们若再这么走走停停，怕是雪落了都回不去。没想到我们就这样，本该半个月的归程，被我们硬生生拖到了1个月有余。到了都城了，丫头，
记着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侯府唯一的嫡长女沈念。好家伙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金子，这府邸比我想象中贵了不止100倍。这金粉涂的墙，要是刮下腻死拿去肉市换，得能买多少头猪啊！一腻死，起码够我活一辈子了。这一身气派，倒真是别致。这就是崔夫人一路上跟我垫头，那个趁她不在连哄带骗抬进门的平妻柳氏。还有他那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儿，姐姐可算回来了。侯爷念你想得紧，连觉都睡不安稳。这想必就是姐姐千辛万苦寻回来的大将军府雇养的那位嫡长女了。我这杀猪的直觉告诉我，这女人没安好心。管你是平妻还是女儿，谁敢动我碗里的肉，我就拿谁当肥猪切。瞧瞧，这孩子接回来是好事儿，可这浑身的乡野气，唉，到底是在关外那种吃沙子的地方长大的。姑娘救命之恩，沈某无以为报。沈某虽是庶出，却有一颗赤诚之心。若能得姑娘垂青，此生定不负崔家，不负青青。崔家兵权太重，圣上早已记得。如今她怀了嫡长女，若是留在府里，沈家便彻底成了崔家的附庸。侯爷，我那识得天相的朋友说了，只需说这孩子冲撞圣运，需送往极寒之地镇压。只要他去了西北，崔家为了救这孩子，就得乖乖交出手里的军役权。就这么办，念儿留不得在京城。老妹妹接风了，侯爷呢？姐姐莫怪，我这身子骨向来是不争气的，见不得风。侯爷心疼我，原本是要亲自等姐姐的，可今日偏巧他去南城庙里祈福了。我也劝过侯爷，说今天是姐姐从西北回京的大日子，万万不可耽搁。可侯爷那脾气，姐姐是知道的，他偏偏说祈福求个家宅平安才是头等的大事。听说姐姐启程去大将军府，我原本还日夜忧羞，生怕念儿在那西北苦寒之地遭遇什么不测。如今看来，倒是好生生的站在这里。只是姐姐看着念儿的举止姿态，委实不像咱们侯府的千金小姐，倒像是一位乡野村妇。闭嘴！怎么在大街上就这么大声嚷嚷？真是一点当家主母的气量都没了。听说是刚从西北回来的，瞧那姑娘，黑红黑红的，哪有一点金枝玉叶的样子？难怪侯爷宁可去拜泥菩萨也不接她。善妒无德，举止无状，此乃家门之祸呀！您这身衣服高贵，可别沾了那些苍蝇吐出来的脏气，别装的跟个圣人似的。你这副好面子的样，倒是让我想起我那摊子前的老主顾，平时为了那2分钱的肉钱磨叽半天，小抹零又怕跌了份儿。你这村妇胡言乱语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们这些读圣贤书的，为了脸面，受了气也得憋着。身子不好就回屋里待着去，少在这抛头露脸做样子。这青天白日的，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。假惺惺的做给谁看呢？不就是想说侯爷疼你，宁可去庙里烧香，也不愿见正房太太吗？满嘴里仁义道德，关心姐姐。我看你的脑子里全是污秽毒物，臭不可闻，隔着几条街我都能闻到你身上那股子烂了心的味儿。你这不知礼数的贱婢，你竟然敢！好啊，看来当年遣送你去那穷乡僻远之地果然正确极了。西北的风沙没把你埋了，倒是养出了你这一身的野性。只是你这种举止疯癫之徒，就应该在那荒芜之地待上一辈子，烂在泥土里。你本就不配回都城，更不该回侯府，扰了这荣安侯府的清风雅气。他大爷的，欺人太甚！给我闭嘴！母亲，你这疯子，你竟敢当众行凶！看他那副嚣张样，长了个猪脑子。我打的时候使了3分劲，本以为他能像猪一样嗷2声，却忘了他不是猪，是个纸糊的富贵壳子，真不简单。快来人啊！杀人了！姐姐发疯了！快扶我娘回房，请大夫！这帮人变脸比翻书还快，刚才还一副被雷劈了的样子，现在这2张老脸，怎么看怎么像盯着烂肉的秃鹫。我刚才那巴掌是杀爽了，可这后自是不敢动主府的人，但是夫人，小姐毕竟在西北养的久了，竟然变得这般顽劣难驯，
众目睽睽之下殴打长辈，要是传出去，侯府的颜面何在？应按侯府家规处罚，送去祠堂跪。您是当家主母，若是不按规矩办事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您失了风范？若是侯爷待会儿回来了，见宠妾被小姐打成那样，定会斥您无德，管教不严。侯府家规，她虽现在名义上是侯府的小姐，但你们给本宫听好了，她更是我西北大将军府崔家在这一辈里唯一的嫡系女眷。本宫，崔家唯一女眷？不是，我又平白无故多了一份这么硬的背景，这头衔听着比杀猪摊摊主威风多了。莫说他只是扇了一个外使抬进来的平戏，便是再过分些，也是柳氏自找的。就算是侯爷亲自站在我面前，我亦不许任何人伤他分毫。何谈被你这2位下贱胚子送上祠堂处置，简直放肆！帅啊！别怕，一切有我。崔夫人，您再加把劲儿。平时看您端庄的像尊金佛，这会儿怎么轻的跟张纸片似的？我平时在摊子上扛180斤的生猪都不带喘气，这会儿扶着您，我这心里怎么就这么没底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自家主母回屋，那爪子要是没用，趁早抠出来给老天爷当响铃使。我说夫人，刚才在大门口扇人的那股子威风劲儿哪儿去了？那会儿瞧着您比我还硬气，这会儿怎么就散了架了？瞧瞧这汗，跟刚从冷水坑里爬上来似的。别水，你刚回来，不知道这些人心肠有多深。成了，崔夫人，杀猪还得养猪呢。您这副身体要是真折在这儿，传出去像是我克您似的，我的名声不打紧，您的命可金贵着呢。那个叫翠儿的哪儿去了？温水，干帕子。动作要是慢了，当心我把你那双细皮嫩肉的手塞进火炉里暖和暖和。那报信的小厮脚程快，侯爷得知柳氏晕倒，定会快马加鞭赶回来。我不能休息，我得看着他，不许他伤你。嘿，老铁将那方氏朋友给的睡得香，本来是怕路上遇到山匪，我想着把人放倒了好逃命用的。这半个多月平平安安没用上，没想在这儿给您用上了。崔夫人，喝口茶，这是西北带回来的毛巾，您最喜欢的味道。好孩子，你也坐。你刚才那一巴掌打得确实痛快，可这都城不比乡野，我得跟你讲讲侯爷的性子。他这人最是好面子。念儿，你要记住，无论他待会儿说什么，你都别顶嘴，万事有我。进城的时候我观察过了，从南城那破庙到这侯府，就算是快马加鞭也得半个时辰，更别提那一来一回的传信功夫。我家的药量是1个时辰的，刚好够我在这侯府里先探探路，您就好好补补觉吧。接下来的事儿我一个人接了。侯爷，我倒要看看这侯爷的骨头有没有那野猪的眼。瞧瞧这成色，这金边要是刮下来，能换2头大肥猪吧？这一坨金疙瘩得够我杀多少年猪啊！把这个不孝女给我拿下！嘿，你这老家伙吃什么长大的？马跑得这么快？大户人家这马是长了翅膀吗？这时辰不对啊！算这一来一回加通报，起码还得2刻钟。侯爷这护卫确实比我想象中要扎手。你就是我的女儿，这种样貌，这种气度，传回来送走的念儿，明明是已经病死在西北荒野，为何这个孽障会突然出现在崔氏身边？难道是有人误报，还是崔氏那毒妇找了个冒牌货来恶心我？侯爷盯着我看什么？是在想我怎么还没死吗？看来你这当爹的是压根儿不想看着我活着到你面前。放肆！孽障，死到临头还敢顶嘴！念你从西北偏僻之地长大，没受过正经教导，柳儿已经对你再三宽容忍让，特意出府接你回京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她的？爹爹，都是灵儿不好，灵儿不该劝娘亲亲自去迎，谁知这位姐姐竟这般凶残，当着满城百姓的面说动手就动手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当众殴打长辈，忤逆犯上，如此不孝不系之女，背逆人伦，简直天理难容！来人，上家法！这一棒子夯下来，别说这副身板，就是半扇老母猪也得散架，不是死就是残，抬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既然你要我的命，那我也得撕掉你这张人皮，让这侯府的祖宗八辈都看看你这副脏兮烂废案着。荣安侯，你张口闭口说我不孝，说我背逆人伦，那你呢？论起背逆，谁能比得过你？你就是一个好夫君、好父亲了吗？你有脸站在这儿教育我？倒不如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看看你那张脸底下藏着什么暗撒玩意儿。
家法在前，你死到临头还不忘污言秽语，倒是有种。行，本侯便让你做个明白鬼。你说说，本侯何处失了德？何出此言？20年前，你还是这荣安侯府一个不受宠的庶子，为了往上爬，你费尽心机，比本宇宙外面的柳氏私相授受，甚至早有了手术。可你为了侯爵之位，为了能得到西北崔家的助力，你毫不犹豫地抛下你这位所谓的有情人，转头去哄骗我娘。你骗我娘说你此生只爱她一人，你哄得她心甘情愿地嫁给你，让她从那个在西北草原上纵马扬鞭、意气风发的将军妖女，变成你这侯府深宅里处处受限、卑躬屈膝的妇人。你拿我崔家的名声、崔家的兵权给自己铺路。等你坐稳了侯爷的位子，你又做了什么？你转头就和柳氏这个旧情人重新勾搭在一起，甚至明目张胆的把她抬进门。瞧瞧这位沈小姐，她的岁数竟然和我这个嫡长女一模一样大。荣安侯，你难道以为你很深情，以为你自己是个为了真爱忍辱负重的情种吗？不，你和柳氏就是一对彻头彻尾的奸夫淫妇。你枉为人夫，更枉为人妇。住嘴！你给我住嘴！污言秽语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乡野里长出来的野种，除了满嘴喷粪还会什么？粗鄙不堪！我们荣安侯府断断没有你这样的小姐。既然你这么喜欢编排长辈，那你就带这些瞎话进棺材吧。从现在起，你就当做你从来没有活过。沈家从来没有你这样的人来过京都，别往死里打，直接拖到后山挖个坑埋了，不必报官。谁敢？崔氏，你放肆！我是你的夫君，竟敢带兵冲撞祠堂，这样和我说话，你一个妇人倒是要翻天了不成？夫君，荣安侯，你和柳氏在这个家里苟且了20余年，连孩子都和念儿一般大了，现在你竟然还有脸跟我谈论什么夫妻之道？我往日处处忍让，事事求全，是因为我不想失了这侯府主母的身份。我以为守住了规矩，就能守住我的女儿，守住这个家。可我直到最近几个月才意识到，所谓规矩，不过是家给我的枷锁。体素规矩，宅门里的弯弯绕绕，全是狗屁。崔夫人，您自幼在大草原上长大的，能骑马能打仗，干嘛回了孤城就得缩在这个小院里当个病秧子？这不是遭罪吗？念儿，这是规矩，是体统。嘿，这世间规矩体统是最不重要的。依我看，吃饱喝足，做自己逍遥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以前为了那些虚名活，现在我明白了，这天下万物，那些所谓的脸面，在我眼里都比不过他。娘，好孩子，娘在这儿。反了！给我拦住他们！护驾！谁敢动主母和小姐，格杀勿论！崔氏，你这是谋反，圣上不会放过你的。侯爷，主母说了，今日这婚不离也得离。崔夫人，不，娘，咱这就走，去吃顿好的。这破地，我1秒钟都不想待了。崔夫人，侯爷交代，荣安侯府的东西，我一根草都不会带走。夫人，但这侯府主母的位子，谁爱坐谁坐，我崔氏不稀罕。走了，这地方一股子发了霉的臭味，熏得我头晕。娘，咱们的新宅子可比这儿亮堂多了。崔夫人，圣上听闻了和离之事，感念崔老将军当年的功勋，亦知您这些年受了委屈。乖乖，这就是大太监，说话细声细气的，跟那没喂饱的公鸡似的。不过看他这客气劲儿，这圣上倒是个明白人。圣上特遣老奴送来这些锦缎药材，以示慰问。圣上说了，西北的女儿骨气不能丢。臣女多谢圣上恩典。听说了吗？那崔氏竟然真的闹到和离了，还带了个乡野里的杀猪女回来当宝贝，真是疯了！谁说不是呢？堂堂一品诰命，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以后看谁家还敢跟他往来。哼，京城贵妇人的圈子里，这事儿果然成了风口浪尖，不过是外人嚼舌根罢了。你们这些困在笼子里的金丝雀，哪知道外面的空气多香？念儿，你看，你舅舅他们在信里对我大加赞赏，还说要在元宵佳节接咱们回去一聚。娘，他们真的欣然接受了我的存在，我可不是真的。他们知晓事情来源，念你救我之情，更念这份缘分。孩子，你就是崔家的女儿。据你舅舅说，自从我当年一门心思要嫁到侯府后，便与家里的关系疏远了。后来那对狗夫妻把将军府鲍彦威的信给拦截了，家里久等不到回信，便误以为我被猪油蒙了心。这荣安侯和柳氏真是坏透了。是啊，
从此便不再互通音信。就连我前些月失魂落魄去西北寻念儿，将军府的人也对我冷言冷语。如今河狸一事闹大，误会才终于解清。崔氏族人已经全部出动，正在全力追查当年拦截信卓的踪迹。这件事儿已经不单单是家事了，不就是截了几封信吗？念儿，你不知，西北将军府的书信往来走的是军意，拦截军府信件往深了究，便是渗透军情密报传输，这圣上最不可容忍的底线。还有，将军府已经正在搜查感染一事，事发之时只愿是照顾不得力，如今看来却恐怕另有蹊跷。整不明白那些事儿，算了，还是杀猪孝敬娘吧。娘，这是今早田庄里刚杀的最嫩的猪，我用新方子做的，快尝尝，补身体。火别断，就这么文火吊着，熬足2个时辰，等那股子钻心的香味儿透出来才算完。这可是给娘补身子的，谁要是偷奸耍滑，我剁了他喂猪！娘，快，把书放下，快趁热喝。这猪骨里的精华全被我逼出来了，喝一碗，管保您气色比那28少女还俏。你这手艺，怕是宫里的御厨也比不得。只是你总在这田庄厨房里钻，也不怕旁人笑话。谁爱笑谁笑去，吃饱喝足才是正经。那帮贵夫人除了嚼舌根还会啥？念儿，你想去参加一个宴会吗？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地方规矩多得像杀猪用的铁钩，谁家胆子这么大，还敢来邀请我这杀猪小姐？这次不一样，三皇子会参加。三皇子，皇家的人也凑这种热闹。念儿，你听好，我虽与荣安侯和离，但你离开了那个泥潭，但你在名义上仍是这荣安侯府丢不掉的嫡长女。当年我怀你的时候，陛下龙颜大悦，曾亲口指婚，将你许配给三皇子为正妃。指婚正妃，这剧本怎么越写越离谱了？我一个杀猪的去给皇子当媳妇儿，娘，那不是往年的事儿吗？后来不是说我有天象之灾，冲撞圣运吗？没错，当年那对狗夫妻为了把念儿送走，策划了天象虚言。可这桩婚事，因为皇家的面子，也因为将军府的权势，一直未曾正式下旨取消。如今天象之事已然大白于天下，陛下也知晓是荣安侯在搞鬼，所以这婚事便被那些有心人重新提上了日程。我看你这样子也是打娘，您看我这双手是抓金钗的样吗？我是抓猪刀的样啊！去皇宫那不得憋死我？所以咱们得去，趁这次机会在宴会上和三皇子好生说清楚，他是添多了名门庶女，只要双方都无意，这婚约便能顺理成章的退。行，不就是退婚吗？我去，只要不让我嫁给那个什么三皇子。这谁家的？怎么穿得如此寒酸？除了那位刚回京的杀猪小姐，还能有谁？这浑身的味儿，熏得花都谢了。这沈家大小姐到。瞧瞧，那就是侯府刚认回来的那个，可不是嘛？听说在乡下杀猪的，这浑身的腥气，隔着3里地都能闻见。瞧那打扮，简直是乡野村妇的派头。说来说去都是这么老掉牙的话，听得我耳朵都要长茧了。总说我是乡野村妇做派，实在是没话说了。燕儿，这是娘特地让人连夜赶制的，去参加皇家的宴会，总要出彩些，省得那些人看清了你。娘，这玩意儿走步路都能绊死，万一遇着个坏人，跑都跑不动。这要是沾了点血，洗都洗不动。爸，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咱们这辈子受的苦够多了，以后我们都要活成自己最自在的样子。娘说那个所谓的三皇子也会参加，我转了3圈了，也没见着什么像皇子。难不成三皇子也嫌这儿脂粉味太重，躲起来杀猪去了？哟，这不是我那刚从猪圈里爬下来的好姐姐吗？找了半天，原来是躲这儿来。怎么，是在寻你的三皇子殿下吗？怎么，这园子是你开的？我站哪还得跟你报备？我劝你还是死心吧，你这种刚从杀猪摊子里爬出来的乡野村妇，跟三皇子殿下简直是云泥之别。殿下贵为皇子，心气儿高着呢。他亲口说了，他根本就不会与你这样的粗鄙女子结婚。就在刚才，他还说明日就去求陛下收回成命，彻底断了这桩荒唐的亲事。哎呀，若是如此，倒是省了一大桩麻烦事。这种大好事你怎么不早说？我正愁怎么开口退婚最体面呢，没想到那皇子倒是个明白人。瞧你这一副急吼吼的样子，想必是对这位三皇子关心的很呢。你简直是目中无人，狂妄自大。成啊，既然你非要上赶着丢人，我就成全你。看你见了三皇子殿下还敢不敢如此放肆？我看你到时候除了自惭形秽，什么话都憋不出来。这就是三皇子，
跟老家隔壁张大死家那个光拿工钱不干活的小子一个样。皇兄，你就饶了我吧！我都说了，我不可能娶一个见都没见过的女子，就算她是崔家一脉又如何？西北那个地方长大的，定是野性难驯、粗鄙不堪。我本就只想当个逍遥闲人，寄情山水，又何必去沾染这桩浑水？说的确实有理，换了是我也不想娶个素未谋面的杀猪的。说的有理，这位殿下，这番话我表示万分赞同。还真是个顶级的小白脸，瞧这细皮嫩肉的，怕是连3斤重的砍骨刀都拎不动，活脱脱就像当年小镇里隔壁张大嫂那个男人，白白净净，除了一张脸能看，下地干活没个屁用，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想来这位便是当朝太子了。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皇家内园，还偷听本殿下说话？我不就是殿下口中那个面都没见过、粗鄙不堪的女子吗？既然你也听到了，本殿下也不藏着掖着。本殿下性格散漫，消受不起崔家这泼天的福泽。本殿下明日便要入宫请旨，求父皇收回成命，退了这门亲事。望姑娘能够谅解，莫要纠缠。谅解，非常谅解。殿下能有这份觉悟，倒让我也省了不少口舌。瞧瞧，这就是杀猪的，他自然是谅解的。像他这种云泥之底的人，见了殿下这种云端之客，除了低头认命，还能如何？慢着，他们都说我和殿下你是云泥之别，说我见到你必然会自惭形秽，但是我并没有。你有你的尊贵，那是老天爷给的命；我有我的厉害，那是我一刀一刀劈出来的本事。厉害？你一个乡野，一个崔家女，竟敢在本殿下面前谈厉害二字！本殿下文从太傅，5败名将，你有什么能比得过我？哼！既然如此，你说你有比本殿下厉害，本殿下便和你比试一二。若是你输了，便在大街上承认你不如我，如何？既然是比试，规矩我来定，你来选，比什么？琴棋书画，骑射猎捕，随你挑。园林外就有一个皇家围猎场吧？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说了，里面为了让各位公子练手，豢养了不少生性凶残的野猪。咱们不比那些花里胡哨的，今儿个就比杀猪吧。小白脸果然是个小白脸，像是在绣花，而不是在拼命。畜生，受死！中看不中用，杀猪得找穴位，砍皮有什么用？喂，救命！挡住他！殿下小心！给你的家伙试试。殿下，我赢了。我早就说过，这世上各有各的活法。你有你的尊贵，我有我的本事。我总有些事情比你厉害。你们方才在那假山后面，在那些茶余饭后的尖刀，缓缓扫过那一排排穿得如孔雀灿烂的贵妇小姐，不总是在说吗？说我林丫头是泥潭里的烂泥，说我这种乡野村妇，见到尊贵如三皇子殿下这般的人物，必然会自惭形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并不会。就像你们私底下常常议论我娘，说她放着好端端的侯府主母不当，非要闹到和离，说她离了侯府就一定过不下去了。其实我和我娘好好的，我们吃得饱，穿得暖，睡得安稳，管你们在那说些什么老路子废话。在我眼里，你们说的那些规矩体透，比不上那一锅热腾腾的猪骨汤。三皇子在这皇城里养大，明成李将是他的师傅，稀世珍宝是他随手赏人的玩意儿，这是他的命好，是他的可贵。可是我在八寿大靠自己养活自己，13岁就敢拿刀杀猪，这便是我林丫头的可贵。我娘崔氏困在那见不到光的深宅大院里整整20年，可她明白过来之后，当断即断，说和离就和离，连那泼天的富贵都毫不留恋，这便是我娘的可贵。你们这帮人总喜欢把人分成3、6、9等，可是在我眼里，就像卖猪肉，谁管你是背上的里脊还是肚子上的五花啊？只要我剁得够细，都一个价。神念，昨日之事是我眼拙，你那刀法确实神乎其潮。怎么不退婚啦？退自然是要退的，你这性子我也消受不起。但我佩服你的骨气。我皇兄说了，
西北崔家的信当年确实断了蹊跷。蹊跷？那是谋财害命。三皇子，你若真觉得欠我个交代，就帮我查查，我娘寄往西北的那些求救信，到底死在了谁的手里？沈姑娘放心，拦截军役等同谋反，沈侯爷这次怕是踢到了铁板。废物，全是一群废物！猎场一战，圣上现在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刺。崔家那2个老顽固，竟然已经带着家将进京了。侯爷怕什么？沈念那个野种，只要咱们一口咬死他是冒名顶替的，崔家还能把一个假货当宝贝？赶紧把他抓起来，送去大理寺！他打我，他还羞辱你。柳儿说的对，既然他非要当沈家的女儿，那我就送他去祖宗牌位前认罪自残。哥哥，当年的信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沈氏勾结军役立足，生生截断了西北与京城的联系。念儿当年的病本不致死，是柳氏重金收买了郎中，断了药石。沈家欠我的，我要他们用整个侯府的命来填。娘，舅舅，别光顾着生气，那帮渣子已经在磨刀了。既然他们想玩，咱们就陪他们玩场大。荣安侯沈氏勾结方士，误导天下，拦截西北军情信友，贪墨官银，罪状共计23条。罪名多的我这脑子都转不过弯了。反正他们要问斩，这是确定的事情。你们瞧见没？那崔氏，哦不，现在该叫崔娘子了。她当初闹着要和离，咱们还笑她。现在看来，人家那叫目光长远。要是当初没离成，现在怕是也得跟着那姓沈的一起进大狱了。这就叫独善其身，大将之风啊！连那个杀猪养大的女儿，现在看来也是个福星。3个月前还说她是疯婆子，3个月后又说她是活神仙，真是墙头草。娘，东西都归拢好了，除了您的书和几件合身的衣裳，那些金粉墙刮下来的皮，还有皇子赏的玩意儿，我全给变现成了银票，一张不少。咱们带这么多银子做甚？这叫底气。咱们离了这鬼地方，去哪儿都能当爷。走吧，这京城终究太闷了。娘想去看看你长大的那个小镇，想去看看你说的那个天天拿菜刀剁案板的王大婶。成，咱这就走。以后咱们活成自己最自在的样子。主母、小姐一路顺风。西北那边将军府的人随时等候召唤。别主母主母的了，她现在是我娘。走了，多保重。噔噔噔噔，高亢洒脱向念儿，慢些赶。这一路上的麻雀都要被你这嗓门惊飞了。娘，这哪是赶车，这叫撒欢。您瞧这路比咱们当初去京城时宽多了，连那马蹄子都敲得比平日里清脆。是啊，离了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鬼地方，连吹过来的风都不再是黏糊糊的纸粉味儿。那可不，那都城里的人个个揣着100个心眼子，累得慌。咱们现在多自在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马车走得比风还快。娘，您累不累？要是累了，前头那个山坡瞧着景致不错，咱们停下歇半天。听你的，这一路南下，只要你高兴，咱们随处都能安家。嘿，歇半天哪够？咱们遇到感兴趣的山水就住上一宿，遇到好吃的酒肆就喝个痛快。娘，您闻见没？前边似乎是个大镇子，这酒香味都飘到官道上来了。怕是不止酒香，还有你这杀猪女最爱的织女莫若母。那咱今儿就在那儿落脚，我也顺便去瞧瞧这江南的猪是不是真像传闻中那般细皮嫩肉，好不好杀？瞧这姑娘长得俏生生的，怎么摆弄起那吓人的家伙事儿了？可不是嘛，还给王屠夫钱，就为了替他杀猪。这世道真是变了。姑娘，你当真要亲自动手？这刀臣见血也晦气，您这身份，这银子都够买我这半扇排骨了。老板，钱你拿着，我这人没啥别的嗜好，就是手痒，在那都城里憋了3个月，骨头都要生锈了。你这头黑猪生得健壮，待会儿瞧好了，保准皮是皮，肉是肉，骨头缝里都不带沾一丝红的。娘，您这瞧得比我还入神。看会儿了吗？下次换您试试。你这丫头口无遮拦，快收了刀，我让茶摊老板煮了2碗面。教他杀猪？现在教他还不是时候，等到了江南地界定下来，我得亲手给他挑个趁手的短刀。我说，你到底跟着我干嘛？从京城跟到江南，你不嫌这马蹄铁磨得慌，我都嫌眼晕。我
三殿下，您可是皇亲国戚，这江南风景虽好，也不至于让您牵着马跑了几千里路吧？我想跟你学杀猪。杀猪好啊！我本来就是一个杀猪的。娘，您站远点瞧，这牌匾挂正了没？正了，正了。阿念亲手写的字儿，怎么瞧着都透着股精神。怪在这新搬来的母女，当娘的瞧着像画里的贵人，当女儿的怎么生生开了家肉铺？可不是嘛，姑娘家的拿得动那几十斤的斩骨刀吗？拿不动刀。大婶，拿不动刀，怎么给您切最肥的五花肉？待会儿开张送您2根猪大骨回去熬汤。哎呦，这姑娘敞亮。娘，这些杂活我来就行。您这双手本是该弹琴绣花的。傻孩子，能帮着我的女儿打理自家的铺子，这心里啊，比喝了蜜都甜。娘，您瞧，那甩不掉的尾巴又来了。这都3个月了，从京城官道一直跟到这江南水乡，这孩子也是倔。我说三殿下，这江南的风景你也看腻了吧？这京城的皇宫大院还等着您回去享福呢。您老盯着我这猪肉摊子做什么？我不回去。不回去？那你想干什么？难成还要跟我比杀猪？我想跟你学杀猪。这公子哥莫不是疯了？三殿下，您知道什么是杀猪吗？那是油乎乎、血淋淋的活计。夏天的一身汗臭，冬天的满手冻疮，您这双拿惯了笔杆子和御赐宝剑的手，受得了这份罪？你受的，我便受的。行啊，想学，先把那边的下水给刷干净，那味儿怕是能把您这皇室的胃都给熏吐了。好，我刷。阿念，你这又是何必？人家好歹是个殿下。娘，他这种人不让他见识见识这烟火气底下的污糟，他总觉得杀猪是画里画的那般潇洒。等他吐够了，也就死心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竟是个认死理的。阿念姑娘，你总算开门了。三殿下，这还没到晌午呢，您这又是唱哪出？我说了要留下来学的。阿念姑娘，从今天起，我给你擦案板、洗杀猪刀，甚至扫猪圈都成。你正式教我杀猪好不好？嘿，这人唇红齿白，站在满是猪油味的肉铺门口，格格不入的，像只掉进猪圈里的白孔雀。皇子殿下，杀猪不是闹着玩的，那是力气活，更是血腥活。你这细皮嫩肉的，别说拿刀了，怕是连猪都按不住。我能行。阿念姑娘，你别看我这样，我在宫里可是弓马骑射样样精通，不过是头野猪，我肯定能按住。您那些样样精通还是留着回宫表演的。回头您要是被猪拱了，我这脑袋还要不要了？我可担不起这掉脑袋的罪责。我真的……你什么真的假的？阿念，你就别逗他了。左右咱们这新开的铺子也缺个打下手的，他既然想学，你便教教他也无妨，总比你一个人忙前忙后强。回头朝廷要是知道了，咱们俩的脑袋捆在一起也不够砍的。不会的，我保证。皇兄最疼我了，他要是知道我在江南学本事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再说了，我是自愿来学的。出了这道门，你我就是师徒，跟皇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阿念，这江南地界山高皇帝远的，哪有那么多死板规矩？人活一辈子，自在最重要。管他是皇子还是平民，想做什么便去做就是了。这话倒是说到我心坎里了。成，皇子又如何？既然您不怕这一身酥绣软缎沾了猪粪，我便教你。至于您能学几天，那是您自己的事儿。我盖点。好，就这样，我把三皇子收做了徒弟。我林家的家传绝学，怎么不算后继有人呢？哎，来您的肉。娘平时除了帮我在店里搭把手，也开始重拾她的弓箭，锻炼锻炼对身体好。我完全支持娘的任何决定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林掌柜，您家这小伙计真是个奇才，现在杀猪杀累了，还当上教书先生了。他图啥呀？读书
是为了让你们明理，不是为了让你们当官发财去欺负人。图个乐。他说了，读了20年书，总得教给想学的人，总比在京城里斗心眼子强。今晚加菜。娘，您慢着点儿。镇上的人都说您是崔大官人，这名声都要盖过我这个林掌柜了。崔姨，这是找回本真了。那可不，我娘才是真正的骑射读书绣花，样样精通呢。小滑头，就你会哄我开心。娘，您快坐。今儿殿下去镇上买了您爱吃的点心。那真是多谢殿下了。今儿我来做猪骨汤，让我这徒儿也尝尝师傅的手艺。我炖的也不赖好吗？最近我进步可大了呢。